这是我见过最流氓的机器人，他在奔驰抢宝马，带大金链子飙脏话。他就是人工智能查派。查派是一个机器人警察，干的都是冲锋在一线的危险工作。城市里有帮派斗殴，还要真枪实弹和混混对射。因为查派有自动锁头外挂，混混们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查派特别倒霉，一天之内就要被混混们打坏2次。先是头上的天线被打断，返场维修工作人员给他换了个天线宝宝的成色，维修好了，立马就打飞地上前线，继续跟黑帮干仗。这个人是铜锣湾的扛把子陈浩南，因为砍人的时候不想把衣服弄脏，所以光着个膀子。小弟们人手1把 AK， 个个兵强马壮，耀武扬威。然而哨兵一来，所有人都慌了。3个机器人开着自动锁头，打得混混们毫无还手之力，剩下1个人守在楼顶，重武器狙击，一路火力压制，来到陈浩南的老巢。查派第一个踢开大门冲进去，浩南看他的天线居然还有皮肤，对着胸口就是一个火箭弹。强悍装甲，面对这么强的火力，这下也嗝屁了。返场维修的时候，好多核心零件全部损坏，只能做报废处理。但查派今天走运了，哨兵的创造者迪恩看上了他，因为刚刚研发出了真正的人工智能系统，想在哨兵身上测试，于是他直接偷走了报废的查派，打算回家进行测试。迪恩刚从公司出去，一伙歹徒突然出现，敲碎了车窗，把迪恩狠狠拖了出来。迪恩被一桶水浇醒，面前的人凶神恶煞，一言不合就要砍他手脚。原来这几个人都是道上的混混，他们把迪恩绑来，因为迪恩是哨兵机器人的创造者，他们想问出机器人的漏洞，这样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抢银行。迪恩要说自己不知道的话，恐怕直接原地去世。于是他告诉混混，我车里有台机器人，只要给他重新安装系统，他就会听你指挥，这就相当于多了一个战斗力爆表的小弟。混混答应了，于是迪恩拿出一块硬盘，将早已准备好的系统填入查派的脑瓜子里，只听嗡的一声，机器人活了。查派一醒过来就钻到了桌子底下，他特别怕生，但他的一举一动再也没有了机器迟钝的感觉，现在他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。混混生气了，这该不会是一个人工智障吧？没想到查派学东西学得飞快，他学会的第1个单词是表，第2个单词是鸡。不过看他拿着惨叫鸡的样子，混混觉得他更弱智了，彻底放弃了这个二货。但他刚离开，查派的学习能力就像开关一样飙升，这个机器人学东西超级快。混混教他玩飞刀，学功夫，直接变成了一个改溜的机器人。这天查派的创造者迪恩来教查派学习画画，不到1分钟，查派就学会了画画。毫无疑问，如果让他继续学习下去，总有一天他的天赋会震惊世界。但可惜的是，他落在了黑帮手里。混混生气地打断了查派画画，学画画有什么用？学抢劫就行了。混混把查派带上车，决定让他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的弱肉强食。混混把查派丢在一处废墟，然后就扬长而去。这里有很多小混混，一开始他们害怕查派是警察，当他们发现他还是个智力低下的机器人时，欺凌开始了。查派探索世界的热情刚生出来，就被现实迎头浇灭。当查派一瘸一拐地回到家后，他已经伤痕累累，甚至还少了一条胳膊，连说话都带上了哭腔。老妈看到查派的惨状，特别心疼，对混混大发雷霆。混混这才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了，还好老哥找到了备用的机械臂帮查派换上，这才没有落下残疾。第2天，混混找查派道歉，查派单纯的心灵很快接受了混混的道歉。混混还要做查派的爸爸，教他怎么变成一个匪帮老大机器人。查派也是很上当，学东西飞快的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街溜子。他们甚至还给查派换上了定制的皮肤，又配上了一捆大金链子，沙雕气质直接爆表。配上这一套装备后，查派也正式开始了他的抢劫之路。老爸把查派带到富人区，他告诉查派，这里有人偷了老爸的车，你去帮我拿回来。查派信以为真，于是理直气壮地把车抢了回来。正当3人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，老爸发现查派的电量已经所剩不多了。原来查派被火箭筒击中后，因为核心零件损坏，电池无法更换，这也意味着一旦电池耗尽，查派就会原地去世。老爸告诉他，我可以帮你弄一个新身体，但是要花很多钱，所以我们只能去抢劫运钞车。虽然查派很不乐意，但是还是勉强同意了。另一边，迪恩买了一把枪，他决定把查派抢回来。在混混手里，查派迟早变成黑帮头子。当迪恩找到查派的时候，查派倒在地上冒烟，身体一直在抽搐。但不止查派自己，整个城市的哨兵机器人全部都出现了问题。他们在执勤的时候突然倒地，集体失灵，所有警察都紧急出动，维持治安的人数远远不够。
城里黑帮开始暴动，守卫城市的机器人警察突然集体嗝屁，一个个纷纷倒下。这座城市有数百个黑帮，现在他们已经彻底没了约束。伊恩带着嗝屁的茶派飞到了公司，把他连上电脑一看才知道，原来是被植入了病毒。哨兵的程序需要专门的 U 盾才能破解，这一定是内部作案。伊恩猜的没错，还有个同事狼叔，因为自己研究了一款名叫麋鹿的机器人，战斗能力十分强悍，但却因为哨兵太过成功而不被研究所和警局采纳。狼叔怀恨在心，于是把全城的哨兵都植入了病毒。迪恩清除了茶派的病毒，准备查出谁是幕后凶手，但茶派却在这里发现了能让自己活下去的办法。他找到了一个神经递质头盔，可以读取人的意识，只要再找到一具身体，就可以把自己的意识转移过去。于是茶派拿着头盔回到家后，他再一次发挥了自己恐怖的学习能力，通过互联网疯狂学习着人类的各种知识。仅仅1夜的时间，他就研究出了如何把意识转化为数据，然后通过数据传输身体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差身体了。混混们全副武装，今天是他们抢运超车的日子，他们准备在高速上把运超车逼停。茶派一标一个，这些警察完全不是对手。随后一声巨响，运超车的车门被炸开，茶派抢运超车这一幕被新闻丝毫不差的记录下来，公司的员工都懵逼了。机器人警察居然沦为了黑帮分子的得力好帮手，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另一边，茶派满心欢喜的以为自己可以换个新身体了，然而老爸支支吾吾的告诉他，没有新身体，这东西外面根本买不到，一切都是为了让茶派帮忙抢劫才撒的谎。最后一次希望破灭，茶派生气了。这时浩南带人杀到，企图抢走茶派，两边打得昏天暗地，茶派却无动于衷，被欺骗，被利用。现在连生命也走到了尽头，他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意义。很快，狼叔控制着麋鹿机器人从天而降，杀伤力巨大，一脚就把老哥踩死。两边一起向麋鹿开火，但根本没用，这点火力对麋鹿来说只是挠痒痒。它飞起来放出极速弹，强大的火力360度无死角覆盖。看着一个个亲人死去，茶派终于拿起了武器。他高高跳起，把炸弹插在麋鹿的身上，最后又连开2枪，把麋鹿直接炸开。但双拳难敌4手，混战之中，老爸的腿被击中，迪恩和老妈也没躲过枪林弹雨。茶派这辈子第一次这么恨一个人，他启动了炸弹，将麋鹿完全炸烂。太不解气，他带上迪恩直奔公司，要亲手找狼叔复仇。茶派一进去，狼叔正想逃，茶派一扳手打断他的腿，又重重踢在他的胸口上，随后狠狠地往天花板上一砸。仓库里正好有一个全新的机器人身体，只要把意识转移到机器人身上，茶派就能活下来。但问题是迪恩也快不行了，茶派一边想活下来，一边想救迪恩。茶派决定牺牲自己，于是拆开，把迪恩的意识转移到了新身体。迪恩复活了，迪恩创造了茶派，但茶派救了迪恩。政府最终动员了15万人才解决了这场暴动。机器人警察从此也被禁止使用，但其实茶派并没有死。城市里有大量瘫痪的机器人，迪恩把茶派的意识转移到其中一个，不光是他，老妈也活了下来。茶派测试意识转移的时候，给老妈做了备份。现在他们将以机器人的样子继续活在这个城市。电影新解说，好片不错过。我是小野，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